体伤与热能不足虽不能割裂对待，但辨此两者孰为疾病之主因，是辨因的核心。由于体伤表现在症状，热能反映在体力，故主因之辨可从审查三事而定。其一，患者是否有可反映体力虚弱的症状，如行动迟缓无力、异常疲惫、瘫痪、肌肉萎缩、声音微弱、面无光泽、肢体冰冷、怕冷、发抖、水肿等之类。第二，症状是否发作频繁或时间持久。其三，通过按推原始痛点来判断症状之体伤位置是否在本处。于此三者中，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，即表明疾病之主因在于热能不足。处理上应以热源改善热能为主，以按推解除体伤为辅。反之，若三者皆否，即表明疾病之主因在于体伤。处理上应以按推解除体伤为主，以热源改善热能为辅。我们这一段这样读下来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，我们治疗疾病是不应该把它割裂的，一定是同时应用。但是在应用中又有主次之分，有些是偏于体伤的，我们以按推为主，热源为辅；但有些是偏于热能不足的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？改善热能为主，那按推为辅。那怎么来分呢？那这里就提供了3种教你们诊断的方法。哪3种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前面，观察症状是否可反映体力虚弱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体力虚弱的这些症状，只要任何一个出现，你们在临床上不用再变了，只要看到这里，你们直接就先温敷就对了。温敷喝姜汤之后才按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每一项。第一个，行动迟缓无力。你只要看到，他走上台是缓慢的走上来，你就要小心了。他这一个人已经热能怎么样？已经严重不足喽。还有怎么样？异常疲惫。所以异常疲惫这个一定要小心。如果有遇到这样，那你们在座的，如果真的受不了打瞌睡了，那旁边的人要怎么办？把他叫起来是吧？然后喝姜汤是吧？不对啊，不能这样搞啊！睡眠是最好的补充热源啦，继续让他睡，睡醒了他再起来就有精神听课了，不要把他吵起来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如果你硬要让患者撑他已经很疲惫了，还要让他继续工作，有些人就会怎么样？过劳死，你们听过吧？所以这个重要啊！好，异常疲惫也是，只要看到这样，就是先温敷，也不要按推了，先温敷，喝姜汤，然后让他休息就对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些更严重了，瘫痪了，哇，这个按绝对不可能把瘫痪按起来，肌肉萎缩也是。好，声音微弱，讲话越来有气无力，那你一听也知道这个热能也不够了，先温敷喝姜汤，有体力了再按。气喘就是平常你没有爬山爬楼也在喘，这个就要小心了。这代表是什么呀？热能不足了，严重不足。好，再来面无光泽。什么叫面无光泽呢？比如我们的脸应该有一点黄，还有甚至有一点透红，但有些人是长得黄蜡色的，全身都黄，这个就是异常，没有光泽了。那还有什么？脸色惨白也是，或是脸色暗黑，像一些洗肾的人这个面无光泽也是一看就知道这个严重热能不足。还有肢体冰冷且怕冷，哇，这个怕冷不要按了，先温敷再讲，然后温敷完再按。好，发抖也是，像帕金森有没有？你们看到帕金森会不会抖？那他抖就是在告诉你，他冷他热能不足先温敷后按推。再来到水肿，
记得水肿是一个很严重的症状啊，表示你已经没有多余的体力把水分排除出来，啊，那这个是一个危险讯号，啊，尤其到了腹部跟胸部积水的时候就要小心。好，以上这一类的都表示体力虚弱的症状，只要一看到就是温敷、后按推，啊，好，那第二个，它症状发作是否频繁？比如我们足底，啊，今天有一个上来，对不对？他说24小时都在麻，那他的发作时间频不频繁？如果照我们的原则，这个是要先按推还是先温敷啊？我告诉各位，早上那一个一定是先温敷，我是直接做给你们看，啊，如果你看哦，他最后还有叙述哦，他会怎么样喘哦？有没有哮喘？那这个他是这个病，其实他是，然后又反复发作哈，其实他这一个应该已经算是重症了，只是他外表还没有表现出很虚弱，但是有这个喘哦，哮喘如果时常发作，因为他没有讲他哮喘是不是很频繁发作，如果又很频繁，那就确定了这个体力一定虚弱，那这个就是重病了。那你在按的时候就要小心了，就要先温敷才能够比较安全。那如果你一按，万一他又喘起来怎么办？就要急救了，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判断。那只要有这些喘啊，我刚刚这里也说嘛，只要有喘，你什么都不要考虑，他上来就一直在喘，先温敷，不要再按推啊。那症状发作频繁，像他脚这么频繁，也是先温敷再按推，先温敷喝姜汤，然后再按推，绝对不会出事。再来，通过按推原始点后，你确定按推没有效，那这个就是属本处体伤。我常常问听众啊，我说，当你进入一个室内，然后全部漆黑的，你第一个会想到是电灯坏掉还是开关没有开？那你如何判断是电灯坏或开关没有开？很简单，一个动作，你先开开关，开了，如果它电灯亮，就代表电灯没坏，对不对？那是开关没开嘛，对不对？那开了，开关开了，电灯却还没有亮，那就可以确定是怎么样？电灯坏掉，跟开关没关，因为我开关都已经开了嘛。哦，所以这个开关既是诊断，也是治疗，也就是它开的过程中，已经在帮你解决一屋子的黑暗啊。那开了有效，我们称为他处体伤，啊，就是按了有效，我们称为他处体伤。那按了没有效，也就是开关开了还没有效的，我们称为怎么样？本处体伤，也就是真的就是这个患处出了问题，啊，那如果是本处体伤，你不用继续按了，一定是怎么样？重用内外热源，那按推为辅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的，不外就是在靠这三者中来决定你治疗的主次。虽然这三者都要用，按推、内外热源都要用，但是有主次之分。你不要身体很虚弱，他走来的时候行动迟缓无力，然后很僵硬，讲话又有气没力的，然后你一进来你就说好趴着，然后你就开始这样很卖力在推，然后推了10几分钟，好吧，你起来，哎，结果没有动静，再看，哎，连呼吸也没有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呐，就被你揉走了。所以这里就是在教你们如何诊断了啊。这个只要你记住这几个原则，一般不会出事，而且照这个几个原则做，效果会特别的好。